过去几年，几乎每一期笔记本推荐视频里，我都会提到一台惠普的商务本，那就是战66。原因很简单啊，在主流价位上，它能兼顾不错的扩展性，加上完善的售后，而且一直以来口碑也很好。而到了今年，这个经典的系列更新到了第7代，换装了全新的 Intel Core Ultra 处理器，还升级了新模具。它能不能延续这个系列的优良表现呢？看完这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先来看一下配置，这台电脑采用的是 Intel Core Ultra 5处理器 125H， 拥有4个 P 核加上8个 E 核以及2个 LPE 核，内存依旧是双插槽。今年更新了 DDR5， 我们这台是 32GB 5600兆赫兹，硬盘是 1TB 的西数 SN560， 屏幕为14英寸2560×1600分辨率，100% P3 色域的 IPS 屏，刷新率为120赫兹。价格方面，我这个配置为5099元。另外，它还有很多个版本，处理器从 Ultra 5到 Ultra 7，还有带独显的配置，可以按需选购。另外，这个电脑的售后规格也值得单独说一下，它支持1年上门加上1年意外险，加上2年的电池保修，还有2年内1次满血复原提速服务。别说是5000元的商务本了，就是上到7、8千这个价位都很难找到这样的售后，对于电脑小白来说很实用。下面先从外观看起，新的战66采用了去年高端战 X 的模具，整体保持了偏低调的风格，细节上有一些变化，多了一些高级感。机身采用了3面铝合金 ，A 面是经典的圆形 logo，C 面的改动更明显一些。首先是侧边更圆润了 ，C 面和地面的接缝处过渡很平滑，没有硌手感。然后是键盘换成了灰色，更有一体感。电源键位于右上角，键盘键程为 1.5 毫米，保留了防泼溅设计。触控板比上一代的更大，手感中规中矩的水平。右侧有一个指纹识别的槽位，但是没有安装识别模块，看着有些奇怪。屏幕方面，这一代战66终于升级了16:10，观感上强了不少。只是这个边框质感，我觉得还有提升空间啊。上方是带有防窥波片的500万像素摄像头，屏幕勉强支持单手开合，最大角度为180度。在厚度方面，我们实测是20.4到20.6毫米，和上一代保持一致，在核显轻薄本中属于偏厚的水平。机器重1.45千克，适配器是65瓦的 C 口3脚插，辟邪性会略低于2脚插，好处是免除了漏电的麻烦。接口方面，右侧是一个 5G 速率的 USB-A 和千兆网口，尾部没有接口。左侧为 HDMI、5G 的 USB-A， 2个全功能的 Type-C 和3.5毫米的音频接口。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的 C 口最大支持20G 的速率，不过走的是 USB 3.2正2乘2，能兼容跑满20G 的设备比较少。下面进入实测环节，首先是屏幕，面板来自友达，和去年的战 X 14英寸版本是同一块，它的实测色域很广，能够覆盖99.2%的 P3。广色域屏幕相较于传统的 sRGB 屏，在超清影视观看和创作中会有更大的优势。如今 Windows 11也针对它做了系统级的色彩管理。不过这款没有进行校色，色准表现一般，平均 Delta E 1.23，最大4.37，主要是蓝色部分多了一些。它的色温和对比度中规中矩，响应时间良好，亮度倒是非常高啊，达到了637尼特。再加上它通过了19项均标测试，本身防尘抗跌落性能不错，拿到室外用呢也是很合适的。总的来说，这块屏幕的硬件素质很强，相比前几代战66那块16:9的传统屏幕有质变级的提升。接下来进入性能实测，处理器它采用的是 Intel Core Ultra 5处理器 125H， 单核性能方面 R13 单线程1682分，常规水平。多核性能方面，跑一遍 R13 循环，第一轮能够跑到10485分，后续稍微降低，维持在10200分左右，分数偏保守。跑分时只有第一轮功耗能够跑到60瓦以上，维持一会儿，绝大部分时间都在32瓦，同时温度也基本在80度出头。这个调教方式也很符合商务本的风格啊，那就是日常打开、启动文件这些短时操作性能和反应很快，而长期运行重活时呢，则是低调安静为主，日常办公够用就行，不去卷性能释放。GPU 方面 ，Ultra 5 125H 搭载的是112 EU 的 Arc 核显，实测 TimeSpy 3175分 ，FSE 3739分 ，Superposition 校试1846分。由于插槽内存的频率较低，带宽不如板载的高频 LPDDR5X 内存，所以说核显跑分会稍低一些，主要是方便了自己升级。实际应用这边，我们测试了一下 1080P 低画质下的一些游戏，FF14、地平线5、原神这些呢还是能够流畅运行的。
Ultra 处理器升级之后的核显已经可以玩一些游戏了，而像古墓丽影这种压力比较大的，还是得考虑游戏本啊。那 Adobe 软件方面 ，PS 可以跑到993分，完成一些轻度修图的工作还是可以的。除了常规性能提升之外，这一代 Ultra 系列处理器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引入了 NPU， 增加了对 AI 的硬件支持。与此同时，惠普也做了相关的适配啊。这台电脑预装了会 AI 应用和开发工具，内置了几十个比较常用的 AI 助手，就比如大语言模型、纹身图、纹身视频、AI 翻译等等，可以快速直达，不用一个一个去找了。像本地的 AI 应用，它也提供了下载链接，不会一不小心下到各种离轨软件。如果你正好是 AI 行业的开发者，它还有一个 AI 开发环境和资源模块，相当于把 AI 相关的各种软件工具资源以及说明文档集合在了一起。对于 AI 新手来说，按照指南来操作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那除此之外 ，AI 还体现在了视频会议方面。惠普 Poly Studio 可以通过给扬声器、麦克风进行智能降噪，做到在嘈杂环境中智能识别发言者的声音，并进行强化，从而降低环境噪音的影响。好，现在是关闭降噪模式的状态。好，现在是开启了降噪模式的状态。说完了 AI， 下面进入到拆机环节。这台电脑拆解不难，卸下底面螺丝即可解开后盖。电池容量是56瓦时，实测 PCBug 时现代办公续航成绩为12小时7分钟，日常应用脚本测试时间为5小时58分钟。虽然电池相比上一代增大了，但是在今年的轻薄本中仍然是偏小的容量。固态硬盘是 SN560， 跑分属于入门 PCIe 4.0 固态的水平。机器只有一个 M2 插槽，这一点就不如之前的战66了，上一代是有2个硬盘位的。好在双内存插槽还是得到了保留，我们这台是 32GB 的，预装了2个 16G 的 DDR5600兆赫兹内存，不过它的内存延迟偏高，差不多和 LPDDR 内存一个水平了。无线网卡位于右上角，为 Intel A211， 支持 WiFi 6E， 实测表现的还不错，大家可以自行参考。最后是散热，它采用了双热管单风扇的散热模组，左侧还有一个独显空焊位。下面用烤机来看看它的实际表现。室温25度，单烤 FPU。CPU 功耗维持在32瓦，81度 ，P 核 2.4 到 2.6G 赫兹 ，E 核 2.3 到 2.4G 赫兹。表面温度上，键盘左上有一块区域温度稍高，最高的键帽 43.8 度，有一定的热感，其他地方的温度均控制在30度左右。噪音方面，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只有 37.9 分贝，这在轻薄本中都属于很安静的水平了。实际噪音还不如夏天办公室里的空调大，平时基本察觉不到。总的来说，新款战66延续了之前偏保守的调教风格，在静音上做得很不错，而在需要长时间运行重活的商用应用时，性能释放还不够激进。好了，测试了这么多项目，相信你们对这台电脑的表现也有一定的了解了。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大家觉得今年新款战66做的怎么样呢？在我看来，之前的战66可以说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定位啊，扩展性好，价格不贵，性能和散热达标，而且售后还是越级的规格。在很多够用就行的大众消费者眼里，这是最实用的商务本。而今年的战66到了第7代，大体还是遵循了这个路线，升级到去年高端战 X 的模具，给了一块素质不错的高亮度 P3 广色域屏，稍微升级了一下电池容量和散热，然后换上了新的 Ultra 处理器。如果你也是那种图省心的用户，日常主要是 Office 办公等轻度应用，那它依旧值得考虑。不过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还能做得更好。像双硬盘位、大电池这种卖点，在它这个体型里应该是有机会加上的呀。希望下一代不要留有遗憾吧。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以及3连支持一下我们。如果你想和我每天一起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比8评测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交流版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这是比8评测试，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